身为一个美食重度爱好者，变胖似乎是一种必然，但我完全不想对我的体态妥协，也不想失去对体重的控制权。所以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，我们找到了 CoFit， 跟营养师讨论我们接下来的饮食该如何调整，才能让我们在美食跟体态之间取得美好的平衡。这支影片我们利用平常不拍片的时间，整理了5家不仅美味、有满足感又能方便饮食控制的餐厅。谁说饮食控制一定都要吃得很可怜呢？希望这支影片能帮助到正在饮控或考虑开始饮控的你。看完影片不妨一起来尝试看看。那在这样吃得非常满足的状态，到底 CoFit 是否真的能帮我们成功瘦下来呢？就让我们看到最后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最近呢正在进行饮食控制，其实有一段时间了，也感觉身体慢慢的有瘦下来。那其实呢，饮食控制呢不代表不能吃好吃的东西，而是你要选对食物，用对方法去吃，这才是关键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今天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饮食控制这段期间呢，到底都吃些什么好吃的。其实也是能够吃美食的啦。好 ，Let's go。现在来到阿成鹅肉，它是米其林必比登的常客，也是我们在饮控这段时间呢很常来吃的一家餐厅。那能够在这种时候呢，还能够吃到这么经典的美食呢，我觉得真的是蛮幸福的。我们先来吃鹅肉，因为要遵循水肉菜饭这样的顺序，因为呢，你在肚子饿的时候呢，如果先摄取一些蛋白质，这样可以稳定你的血糖，让你的血糖不会乱浮动。快来吃一下，哦，好好吃哦！虽然不是第一次吃的，但每一次还是觉得很感动。它的烟熏味非常浓厚，然后咸度又非常的刚好。鹅肉的不饱和脂肪酸其实还蛮高的，所以算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。菜单上面呢，其实有前段跟后段可以选择，那它有把口感标注在上面，像前段呢就是比较瘦，后段比较嫩，那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。这一道是盐蒸虾，大家看它的虾子好大一只哦，而且看起来第一次点他们的虾，它真的很大一只好爽的感觉哦。平常很少剥虾，今天竟然肯剥虾，哇，轻松好剥。没错，这就是新鲜的样子，新鲜的证据啊。我们来吃一下，很有弹性，一定好吃的啦。它肉质非常紧实，它其实就是没有过多的调味，吃它最新鲜的原味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海鲜呢，其实都是一些蛮好的蛋白质，热量也蛮低的，可以多摄取。大部分的海鲜其实都蛮能在饮控的时候去摄取，因为它脂肪含量很低，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吃。蛋白质也高。这道是麻辣鸭血，是我们的相机福利。那因为店家招待呢，我们盛情难却，所以有请他呢帮我们把辣油先去掉，因为辣油是属于比较不好的油脂，在饮控的时候呢，就是尽量是不要摄取的。那如果大家平常来点这道菜呢，也是可以请店家帮你把辣油去掉。它的口感很滑嫩，而且调味真的是很不错。鸭血其实是一种蛮可以摄取的食物，因为它的热量低、铁质高，那只是要注意钠含量的摄取。那如果你想要吃的话呢，可以选择清烫或者是卤水的。这一份是黄金笋，你看它这样子一盆哦，都是90块小份的分量。在外面餐厅这都是200块的分量啊，好吃好吃。而且它都是给你那种很嫩的部分。它的酸菜味道还蛮重的，然后调味上呢清爽不油腻。我们另外还点了2种绿色蔬菜，把它装成小盘呢，一种是地瓜叶，一种是水莲，分别是80块跟90块。那我觉得它的调味呢算是偏精致哦，因为呢一点点辣椒去提味啊，更能够吃出那个菜的香气，然后蒜也下的还蛮足的。我觉得这个不敢吃辣的人吃一点还是会觉得好吃的哦。另外，我们还点了1碗白饭，这个分量呢，我跟先生会1人分1半。那我们就维持2:1这样的比例去做进食，2个蔬菜，1个蛋白质，1个淀粉。那我们会用水肉菜饭这样子的顺序去进食。那后面呢，我们都会维持这个原则。那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？我们要继续用餐，然后这间店呢真的是非常的推，没有吃过的可以来试试看。我们
们现在来到双月食品社，这间呢其实在我们的口袋里名单里面非常久了。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北投店，它就在温泉区里面，所以大家泡完温泉呢，直接来吃真的是非常刚好，因为它的环境啊很优美，吃东西很舒服。重点是呢，它的东西摆盘都非常的精致，然后价格呢，我觉得跟路边摊其实相去不远。我觉得这是高贵不贵，你看像它一碟小菜大概就是30-40块而已，真的有些路边摊都还做不到这个价格。这一家呢也是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哦。然后呢，最有名就是这个干贝炖鸡腿汤，刚端上来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，这分量，吓到我都问你，这个多少钱？然后你跟我讲，我就是下一次。其实我是觉得在菜单上看到的时候，觉得250好像有点小贵，可它上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会。你拿起来给大家看。而且我刚刚是有做一个画面，就是把这个干贝呢全部放在汤匙里面收集起来，这算是猪背啦，对。很多很多，对，这比你在家里点 Uber Eats 还要划算的太多了，真的。真的，我们直接来试试看，先咬一口它的鸡腿肉，先从蛋白质先来。鸡肉的品质相当高啊，就是你一咬下去呢，满满的嘴巴里面都是胶质感，然后鸡皮很 Q 弹，很 Q 弹。你看里面高丽菜这么多，我刚有先喝一口汤了，里面满满都是高丽菜的清甜味。然后呢，我把猪背夹出来之后，你看还满满一匙，而且我有感觉好像猪背可能没有夹完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夹得完这样。它里面的料真的非常非常的多。鸡肉其实都蛮大块的你看。它能够把这个瓮塞得多满，它就尽量塞了，真的。我们一般放在汤里面的这种猪背啊，都是老老的，它还是嫩的哦，好吃再来这一份呢是枸杞鲈鱼汤，140，这鲈鱼也太大块了吧？它鲈鱼非常鲜嫩，没有腥味。然后重点是呢，它很好玩，它在菜单上面就标注了少次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要注意。但我真的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少，而且是大只的。这两个汤呢，其实是味道有点区别的。这个枸杞味道呢比较重，比较香。它的餐点呢，就是都可以客制化。比如说这两个汤呢，你都可以选择不要酒、不要姜。那其他菜呢，也是可以选择你要酱或者不要酱。这道是红烧鲈鱼，一样是相机福利啊，真的是不好意思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那这道呢，它的价钱是130。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人来吃，没有办法点2个汤的话呢，你其实可以点1个汤，然后点1个鱼补充蛋白质。我们来试试看，一样很好吃，然后还有一个淡淡的那种麻油香味，好好吃哦。中国麻油的香味，你最喜欢那种味道？没错。这一道是双月干科，你看它的鹅啊，真的是哇，有够肥的。这一道150，然后满满的都是鹅啊，很大颗，很鲜嫩。重点是呢，它也是高蛋白、低热量，然后有丰富的心碎，对男生很好，而且可以提高你的代谢。其实男女都很好。它的酱汁很好吃，而且呢，里面还有豆芽菜，然后整体酱汁还算蛮清爽的，很推。这盘是双月卤味系列，里面有豆干啊、三角油豆腐、卤蛋，还有海带丝。那其实大家如果到小吃摊去呢，卤味也是蛮可以点起来的，只要挑着东西点就没有问题。像这个是蛋白质，都是蛋白质。然后海带丝的话呢，就是属于纤维质的部分。我刚刚吃的豆干超喜欢可以吃到淡淡的中药香，然后算是非常丰富有底蕴的那种味道。我觉得很用心的小菜真的。你刚刚咬下去整个喷汁因为它非常的会含汤汁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就可以更吃到更明显的那种中药香气。真的是一般我们路边吃不到的口味，真的路边摊的价格，然后这个装潢没吃过一定要吃一下。卤蛋跟海带丝呢，就是如出一辙，所以我们就不赘述啦。我们吃完蛋白质，接下来就要来补充一点蔬菜。那我们今天点了3种，它每一种都很好吃。蔬菜呢很脆甜，那再来是呢，你看起来虽然像清汤啊，可能会没什么味道，可是其实不会哦。它的酱汁运用的非常恰到好处，也不会像油膏那么的厚重。那再来是有点淡淡的油葱在上面点缀，增加它的香气。而且它一盘汤鸡蛋是35到40左右这样子，很划算的，真的很好吃
忍不住一直夸奖哎。最后是淀粉的部分，这一碗叫做富士文仔山拌饭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我觉得要值得赞赏啊，就是说呢，其他的店呢都是卤肉饭，不然就是白饭。那它在白饭上面又玩了一点花样，放上一点蛋白质，这样配起来一定不错的。而且这样吃起来也是比较健康一点，这样子。哦，来吃吃看。哎，我好期待这个，因为它上面给的那个布拉提超多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我们一直说水肉菜饭，每次吃到饭的时候呢，因为前面的菜都配光光了，只吃白饭的时候真的很单调。可是这一碗呢，它就是让你有点东西可以配，所以你就会觉得特别开心。对，哇，这间超推。我没想到可以在这家选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能吃。好啦，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这一间诶。那其实不管你是在家自己煮呢，还是有外食需求，你只要尽量选择原型食物就没有问题了。像这家店呢，它其实就有非常多原型食物的选择。而且又非常好吃，装潢也好，价格也很实惠，我觉得超爱这间的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开始饮控到现在呢，已经过了1个月的时间。那今天要来中场验收一下，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体重呢是有下降的，可是今天要测量 InBody 还是很紧张，因为我怕我家的体重机是不准的。我也怕我肌肉量掉了这样子，然后体重没有我想象中的轻，我家的体重机坏了之类的。哇，来到这个令人紧张的机器了，我要先去尿尿，少个几十克也好。量你的体重，紧张了，且不要抓住。帮大家看，体重是女人的秘密。看看体脂有没有下降，才是最重要的指标。跑。完成 InBody 检测。现在穿你穿鞋。帽子一定要少一下，少个几十克也好。正在测量你的体重。我开始在跑了，有你也有变轻，体脂怎么样呢？你比较在意的体脂？我在意的是骨骼肌的重量。天啊，上去一点啊，骨骼肌，争气点好吗？有吗？有，骨骼肌增加了0.8。我们测量完 InBody， 刚刚也跟营养师讨论完我们接下来的策略了，因为有变轻一点点嘛，所以接下来的饮食呢，可能策略上也要有点变化。那我们2个人啊，都有一点小小的成绩，像我是瘦了2.4公斤，你大概有6.6公斤这么多，1个月。对，然后体脂肪跟内脏脂肪呢也都有下降哦。像我的数据就是这样，你看体重从50.9下降到48.5，骨骼肌的话呢，因为我今天喝水喝的比较少，所以反而是下降的。那体脂肪率呢也是有下降一些。他比较少运动。对啊。我的 InBody 评分跟上次一样是69分，不过其他的数字有下降一点，内脏脂肪从8降到了7，腰臀比也要好一点点。我们来看一下先生的数据，体重从107.8下降到了101.2，少了6.6嘛。对，骨骼肌重呢有上升哦，40.3到40.8。我有运动。体脂肪下降蛮多的，大概有5%左右哎。对啊。你上次的 InBody 评分跟我一样是69，现在变成77分哦。我曾经有102过，然后超过100分过。你上次内脏脂肪是15，现在变12，所以下降蛮多的。对，还蛮有效的，真的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们再继续努力吧，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绩。今天来到肉多多，其实，在我们饮控期间呢，最常吃的就是火锅。那我们就会竹间啊，还有肉多多2间轮流的吃。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肉多多的淡水店，它跟星巴克一样，就是有景观的话呢 ，CP 值就直接提升 bonus。觉得河景的这个真是很无敌耶。我们先来拿菜，这一家呢，它的蔬菜跟火锅料呢都是自助式吃到饱的。那跟大家说呢，就是蔬菜可以尽量拿，如果是火锅料的话呢，就尽量不要。可是它火锅料很好吃哎。你有偷吃哦？好吧，真的有，真的很好吃，吃一点就好了。对啦，如果说你受不了的话，吃一点点，不要太多。吃自己很比较重要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除了蔬菜以外呢，豆腐跟鸭血可以拿，这2种都是很不错的东西。
其实吃火锅呢是对饮食控制呢很好的帮手，只要你汤头选的对，肉选的对，不要喝汤，那就绝对没有问题。像我们会选择肉那个脂肪呢尽量比较低一点的，比如说鸡肉啊跟鱼肉。那像我自己呢是喜欢吃脂肪量高一点点的，我还是会吃猪肉，不过我会选梅花猪。我会拍肉多多，因为他最近打卡有送肉，然后真的很多，你看这是手上拿的都是送的，然后这是我们点的。他非常厉害，我觉得他打卡或者是点数换来的呢，其实是跟正价品一样的大份。没有，我觉得今天的带相机有多一点点，但是他其实都给的还蛮多的，对，蛮大份。他真的有符合他肉多多3个字。我现在要先下锅蔬菜。我们吃火锅呢，顺序会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变成是水菜肉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先煮肉的话呢，汤里面呢会变得油脂比较多，那这时候你再煮蔬菜，变得夹带更多的油脂上来，你就油脂量就会摄取的比较多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吃火锅都是吃水肉菜饭，我就吃肉，然后后来我也没有喝汤哦，因为大家说，因为我会痛风，所以我吃一吃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奇怪，我也没有喝汤，为什么我会痛风？原来就是我肉先煮了，然后后来再吃蔬菜，那蔬菜又含了肉的那种普林在里面，然后就是痛风。然后我现在换成这样吃就没事了。对，而且你都是吃鸡肉比较多。真的真的。啊，下菜了，下菜了，好，下菜啦。我们来装个酱料，那其实像葱啊、蒜啊、辣椒这些都可以拿。啊，我的习惯呢就是简简单单的蒜泥，然后加了个酱油就好了。提醒大家就是沙茶类的不要加，因为它热量非常的高。他们其实蛮多酱都蛮好吃的，胡麻酱也尽量不要拿。你在干嘛？跟大家讲一下。我在拍我这个食物的分量，因为我每天都会上传到 App 给营养师看一下，让营养师看说，我今天的饮食方面有没有哪里需要改善。这个是我的分量啊。那我们在选择饮料的原则呢，就是不要有糖，不要有咖啡因，不要有奶。那如果你想喝点刺激的怎么办？其实，在饮料机旁边呢，都有一个小小的按钮，你这样按下去呢，就是气泡水了。对，通常都是雪碧啊。我们要开始下肉啦！我觉得这家鸡腿真的很不错哎，你看哦，它都去皮，然后吃起来呢，品质也是还蛮不错的，不会有腥味。肉多的梅花猪我也很喜欢，因为它的厚度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分量的，而且呢是稍微有点油脂，让你不会吃起来太干柴。我们超想念它疫情时候的外带优惠方案，每次呢都买回家之后呢，哇，都可以吃1、2餐，超多的。巴沙鱼片我觉得也蛮好吃的，这是打卡换来的分量哦。推荐大家一个吃法，你拿蒜泥跟酱油淋下去呢，它就变成蒜泥白肉了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吃法，我也都这样吃。好吃。同样的，蒜泥鱼肉也是超推荐的吃法。啊，最后来一点饭呢，因为我今天有运动，所以吃一下。我们今天来到兴业日本料理健康店，观众都知道我们很喜欢这间店，尤其是健康店，因为它的空间呢明亮、宽敞、高挑，做起来呢真的非常的舒服。然后最重要的是呢，我们觉得它的握寿司是台北所有分店之中的最棒。等下第一轮呢，我们要先去拿烤物。那大家一定会想说，不是说要饮食控制吗？为什么跑来吃buffet吃这么好？那其实我跟大家讲，buffet才是饮食控制最好的帮手，因为里面原型食物很多，你的选择非常多，而且东西又好吃。每次到烤物区呢，我都一定会拿鱼下巴。虽然不是什么昂贵的食材，可是他们做的真的特别好吃。然后这一区呢，还会有一些现流鱼啊、烤鱼、烤小卷，我觉得非常棒。它的鱼下巴真的很好吃。我跟你讲，我还没有吃到它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想起它那个味道了。对，鲜嫩没有腥味。这小卷呢是最近几次才有的，那不过他们会因为季节不同而更换菜单啊，来试一下。好吃，因为我们其实前2个礼拜才吃过一次的，真的蛮喜欢的。就是酱烧的口味，大家一定要盯着师傅呢，刚起锅的时候赶快拿，赶快吃，冷掉会变比较硬。他们家的香鱼也是非常好吃，但是如果跟拿公米那些自助餐比起来的话，它是比较小条一点，但是油度啊跟肉质的细嫩度也是蛮够的。那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吃他们这边的现煎现流鱼，很香，煎的很好吃。我们真的超爱它的烤物区，我可能会拿个2轮左右。这一区是炸物区，我们在饮控中呢比较不能摄取，不过还是介绍一下。
它的炸物区呢，真的是水准也是相当的高。那如果你不在饮控中的话呢，我也很推它的炸猪排，还有它的炸鸡也超好吃。你看它的炸猪排超厚切，而且看起来很鲜嫩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我等下回去呢把面衣剥掉还是可以吃的。再来还有茶碗蒸，这个也是饮控的好帮手，这个完全是可以摄取的。有一些热炒类的东西，大家知道，其实兴业台菜也是超级有名的。那我们可以先挑一些蛋白质类的东西去吃。那这边呢，其实有一些炒青菜啊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摄取。再来是汤品的部分，其实都会有3种汤，然后每一种呢都很好喝，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。这边有现切牛排，那不吃牛的朋友呢，其实也有猪肉可以选择。那我自己呢是觉得加点玫瑰盐就非常好吃了。先来吃牛排，这牛排呢以前我是不会拿的，不过我最近来2次，发现它的牛排有变强哦，现在有变比较柔嫩一些，是好吃的可以拿。你看它真的切超厚的，我的拇指跟它的比例等于是2只手指头叠起来哦。我本来想要把面衣去掉，但它粉真的裹得不厚，我也很难去。那我觉得想吃的话，吃一点点是 OK 的啦，可以耶。有外面单点的水准，好吃，有比外面单点还好吃。它的面衣是有脆的，然后肉呢也是多汁柔嫩的。刚刚在这个炒区拿了一些海鲜，也是蛮好吃的。蒸蛋超级好吃，就是一下去呢，高汤的鲜美就充满你的口腔，真的比外面的单点还要好吃，也是这样的。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咸布丁，就心情又更好了。我们拿了一些生鱼片，在同级的这个buffet之中呢，我们觉得兴业料理的健康店呢，它的生鱼片一直是品质最好、最稳定的。然后里面呢，我们最喜欢的是鲑鱼，然后它的鲑鱼品质也一直都是非常棒。我觉得它的鲑鱼特别的好，所以所有分店里面我也最喜欢这一间。这边有一些醋饮，还有一些小锅，这个就还蛮适合拿的豆腐。你看它的鲑鱼啊，油脂真的是非常的丰富，每一次来吃几乎都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其他的东西呢也都非常不错，而且种类也多，你看每一样都很有光泽。最推还是鲑鱼，而且它是中午餐席跟晚餐餐席的鲑鱼会最棒，下午茶通常会比较瘦一点。哦，鲑鱼真的很赞，油脂充满嘴巴。这旗鱼呢，虽然不是昂贵鱼种，不过也是非常好吃。兴业的小锅啊，都做得非常的精致，所以看了心情就很好。重点是味道也真的很棒，而且他们都做的很原味食材的东西。对，拿就对了。我们蛋白质摄取差不多了，现在要来吃一些蔬菜。那热炒区这边有蛮多选择的。这一区呢是沙拉冷盘区，其实有蛮多蔬菜可以选择，而且也有不错的蛋白质，像刚刚的温泉蛋啊，也是很好吃的东西。还有扇贝啊、鱼什么也有。这个就不用多说了，我觉得每一家的蔬菜呢都差不多。我们现在呢可以来吃一些淀粉啊，其实它的炙烧类啊非常的厉害。那其实一罐寿司它的分量呢大概就是1份淀粉，像我的话，我一天是可以吃4份，所以我吃4罐就差不多了，4、5罐啦，差不多。我觉得也蛮好吃的。我们刚刚点了芦笋虾，但我跟他说我不要饭，也不要加美乃滋，那里面其实就有蛮多的蔬菜，所以你可以跟蔬菜放在蔬菜那边一起吃。我觉得这是这间店最邪恶的一个东西了。这比目鱼呢，你单吃觉得不怎么样，可是它放在米饭上再炙烧过，哇，那油脂啊融在淀粉上面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抗拒的诱惑。哇，好香哦！我现在闻到那个炙烧的香气，它刷那个酱油的那种感觉，都在我脑海里了。要小心，因为我不小心就会吃超过4罐，太好吃了。鲑鱼的也不错，也可以拿起来。手卷的话呢，它里面没有包饭，你就可以放上去吃啊。你跟师傅讲说你要克制，它其实都可以帮你。这边是甜点区，其实我们呢吃到很饱之后呢，再吃一点点甜点是也无妨的，因为呢你能够吃甜点的容量呢已经不多了，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说哦会造成这个热量的负担啊。我觉得因为要长期作战，你还是得要顾及自己的心理健康。对，所以你可以留个5%的热量来吃，其实还不错。这边有类似像寒天的东西可以拿，还蛮不错的，减少一点热量的摄取。你现在在顾及你自己的心理健康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。兴业也有冰淇淋可以拿。这边是饮料区，像午餐的话呢，有红酒、白酒、生啤可以选择，非常的棒。可是我们现在在饮控，其实不能喝酒，不能喝有咖啡因的东西，我这也是不 OK 的。但是呢，它有黑豆茶可以选择。那如果你想要喝冰的话，它也可以帮你做成冰的。我们蛮喜欢他们的展演料理的，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惊喜。最后呢，就是甜点的部分啦。那其实我觉得呢，它的甜点有比以前还要再进步一些。
整体而言呢，我蛮喜欢在饮控的时候吃新叶，因为呢，它有非常多的原型食物可以选择，而且又可以吃得很满足。口味也好，真的很喜欢这间，而且我超推健康店，超爱。不要错过他们的展演料理哦。这间餐厅是香鼎坊，它是前总统蒋经国先生的御厨开的餐厅。那其实我们之前呢有去造访过蛮多经国先生喜爱的餐厅，我觉得我们都快要可以拍一集蒋经国先生的这个美食地图了。我们吃每一间，我觉得他吃的东西都很合我们口味，而且真的很好吃。跟大家说，这边超厉害的是，我们可以用热炒的价钱就能够吃到御厨做的菜。你看菜单哦，上面都是什么150、200、210、180。那我们今天点最贵的是这一道去骨油鸡腿，才240块钱而已。第一道当然先从油鸡腿开始啊，葱香很香，对不对？是哦。它的肥瘦蛮匀称的，重点是去骨了很方便吃，尤其是像我们饮控要算分量啊，没有骨头更好算。它摆盘也不马虎哎，下面还有铺小黄瓜。先来吃一下，就是蒜泥白肉，它下面铺的是木薯芽，不是黄豆芽。对，它蒜泥白肉很好吃，不会太肥，不会太柴。重点是它的酱汁呢，就是淡淡的蒜香，不会让你觉得说啊，怎么吃进去这么辣口。这道豆酥鳕鱼超好吃，它里面有淡淡的酒香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豆酥真的是香到不行啊！200块钱，我觉得先不论它是不是真的鳕鱼，肉质是真的很滑嫩，很好吃。豆酥本身呢，热量是稍微比较高，所以如果你在执行比较严格的饮控的话呢，就把它拨到旁边去吧。可是它真的很香，很想要拿去雕本哎。这一道滑蛋虾仁，我觉得它蛋香有出来，而且滑嫩度呢掌握的是刚刚好。哦，吃了就停不下来了。刚吃第一口不觉得怎么样，但是越吃就觉得，它蛋香味很浓厚哎，滑蛋要做的蛋香很浓，好像不是很容易哦。这一道是蛤蜊丝瓜，秀泰其实是一个很不喜欢吃丝瓜的人，我是一个超爱吃丝瓜的人。我后来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吃丝瓜，因为我妈把它炖得太烂了。那现在这个 OK 吗 ？OK， 好吃，很清甜。因为你上次吃到一个很像哈密瓜的丝瓜，新叶的。对。哇，这一道丝瓜是我最喜欢的那种丝瓜，因为它丝瓜本身自己出来的那个汁水啊就已经够稠了，这不是勾芡的哦。这种的话最甜的，最喜欢吃这种的。它这里面的葱蒜姜都搭配得非常好，所以更能够衬托出这个丝瓜的甜味。因为我超爱吃丝瓜的。另外我们还点了2道青菜，我们就不赘述。可是我觉得这一间店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东西非常家常好吃。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会成为御厨，因为它的东西不会太刺激。那如果你每天都吃那种很刺激的东西的话，你会很快就腻了。那它现在的口味啊，就是能够细水长流，每天吃，就像妈妈煮的饭一样，这样子真的很棒。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很不错，这些肉类底下都还有垫铺一点蔬菜，对我们而言呢，就是非常好的选择。时间过了2个礼拜，我们又来测量，因为呢，我们其实是60天会结束，但我们下礼拜啊，就是太忙了，也预约不到时间，所以我们就提前1周来到这边再做一次测量。那这次测量呢，我们是自费的，然后想说同一台机器测会比较准，所以我们又回到 Coffee 这边来。哇，紧张了。对啊，最后的测现在测量你的体重，已完成 InBody 检测。碰我了，帽子一定要脱掉。这可是有好可怕哦！现在测量你的体重，哦，好紧张哦。已完成 InBody 检测。这是我们在饮控开始后第49天的数据。那我觉得我最近也是到达一个停滞期啊。我今天早上在家里呢量的是47.8，现在量48.1。女生呢就是会对自己的体重啊非常的斤斤计较。我们来看一下体重的变化，这2周呢总共是下降了0.4公斤，听起来好像有点少，可是你回顾到第1天的时候，其实总共也下降了2.8公斤哦。其实还不错哎。这个是先生的数据，它比前2个礼拜少了1.3公斤，其实算蛮多的。然后你会发现我的骨骼肌其实有下降，但当然我觉得，早上量跟下午量不一样。再来就是我这2周比较有在有氧运动，所以也比较容易掉。
肌肉这样子，但我觉得应该没掉那么多哦。我现在看到这个数据是最伤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过整体而言呢，你还是掉了将近9公斤哦，8.9公斤，蛮不错的成绩。那我觉得减重就是这样，体重一定会起起伏伏。那我们继续努力下去呢，其实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。我们频道经营美食主题呢，到现在已经快要3年了，2个人体重一直向上成长，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，代谢能力越来越差，常常有观众呢来关心我们的体态，那我自己也真的不忍心看自己这样堕落下去，所以我们就找到了 CoFit 我的专属营养师，寻求他们的专业协助。那这边呢是我们进行饮食控制2个月的成果，我们2个人啊加起来总共瘦了11.7公斤哦。讲一下这8周饮控的心得。大家听到饮控呢，可能会觉得说，我是不是每天都要吃水煮鸡胸肉加烫青菜，要吃得很可怜，搞得自己像兔子一样。但其实没有哦，我们吃的还蛮开心的。从第1天开始呢，每天都上传自己的饮食内容。那营养师呢会手把手教你如何看食物的分量跟组成。你看，像我每天的饮食记录啊，他就会告诉我说哪些东西可以吃，哪些东西不该吃。那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，他也会给你一些建议。像我们那天吃蒙古烤肉呢，营养师觉得其实食物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它调味过重，让你的钠含量过高呢，它滞留在你的身体里面呢，就会比较影响你的饮控进度。对，而且隔天很容易水肿，这我非常有心得。那我在这段时间呢，也有遇到生理期来的时候，那时候体重呢就是一直停滞不前，让我觉得非常的焦虑。可是营养师就安慰我说，生理期来本来就会这样，所以你不要太在意体重的数字，等生理期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就好。那我瞬间就觉得安心不少。那像我平常呢，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。那营养师也提醒我说，其实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补充一些镁跟鱼油，因为呢，这个你的压力上升呢，也是会造成肥胖的原因。那你补充这些东西呢，会让你觉得好一些。初期呢，求好心切，想说要吃得很干净，结果后来心态就崩掉。那营养师发现这个问题，就跟我们说，其实不用这样啊，你们可以留一点点比例呢，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持之以恒是比较重要的。对，这样你才走得远，因为毕竟这是长期作战嘛。其实我们每天呢，跟大家一样，也都非常的忙，比较没有时间呢去注意自己的饮食吃了些什么。那我们每天就是拍照上传给营养师看，让营养师呢一步一步慢慢去调整我们的饮食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营养师是循序渐进的引导，并且用打气鼓励的方式。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呢，也是不知不觉学到很多的东西。短短的2个月课程，但是其实是受用一辈子。我真的觉得受用一辈子。你现在看到那些东西，什么该吃，什么不该吃，你都知道。我以前跟你讲，你都不理我，还是营养师比较有效啦。对啦，那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没有方向，所以就去做了营养师1对1分析，帮我们分析 InBody， 还有指导身体内脂肪的分布、内脏脂肪指数等等的数据。那比较特别的呢是荷尔蒙体质分析，原来胖的原因跟荷尔蒙啊是非常有关系的。像我自己呢是 C 型体质，下腹部呢容易累积脂肪，然后呢午后会容易想睡，也比较容易感到压力等等的。那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去做一次分析，了解一下。那这8周的过程中呢，也很感谢意涵营养师的耐心，每天都帮我们把关饮食内容。看完这支影片呢，我想大家可能没办法相信，进行饮食控制真的可以吃得这么开心、这么舒服吗？所以我们才整理了5家种类不同的餐厅，让大家可以参考。但每个人荷尔蒙失衡的原因不同，所以呢，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要去做过一次分析，才会知道自己真正适合的饮食方式。希望这支影片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我们把 CoFit 我的专属营养师的相关链接跟专属折扣码 CHILL 放在影片资讯栏跟置顶留言的地方，给有需要的朋友参考。那也祝大家呢，也都能够吃得开心、吃得健康，还能维持理想体重。那比起极端的饮控减肥方式呢，其实持之以恒才是更重要的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只有瘦吗？一改就可以。